我们呢因赶不上爷的马，恐怕得翻夜了，在这里啊借住一宿。我们这儿有的是炕，只管睡。不能下去。出什么事儿了？再添一杯。你喝一大口。你们拿我当愚人待，什么事我不知。我生是你的人，死是你的鬼。如今既做了夫妻，我终身靠你。将来我妹子却如何结果？这个刑景恐非长策，要做长久之计方可。你且放心，我不是拈酸吃醋之辈，前世我已尽知，你也不必惊慌。你妹夫倒是做兄的，自然不好意思。不如我去破了这个例。大哥兄弟来请安了。你我兄弟从前是如何样来？大哥为我操心，我今日粉身碎骨，感激不尽。大哥若多心，我亦何安？从此以后，还希望大哥如昔方好，不然，弟兄宁可绝后，再不敢到此。哎，兄弟，哎，兄弟怎么说我无不领命啊！坐这儿。看酒来，我跟大哥吃2杯。你过来，陪小叔子一杯。二弟，到底是你啊！哥哥，我今天必定喝干这杯。喝一杯。不喝。别三气。你不用和我花马吊嘴的，清水下撒面，你吃我看去。见提着影戏人子上场，好歹别戳破了这层纸。你别油蒙了心，打量我们不知道你们府上的事儿。这会子花了几个臭钱，你们哥俩拿着我们姐儿俩全当粉头取乐，你们就打出了算盘了。我知道你那老婆太难缠，如今把我姐姐娶来做二房，偷的罗敲不的。好啊，我正要会会那凤奶奶去，看她是几个脑袋几只手，好取河边坝。倘若有一点叫人过不去的，我有本事先把你们2个的牛黄狗把套了出来，再和那泼妇拼了这命，我就不叫尤三姑奶奶。是要喝吗？我们喝啊！喝！躲开！过来，喝一口啊！喝吧！哎呀，我刚才跟你哥哥已经吃过了，我们来亲下啊！快把姐姐请来，要喝我们4个一起喝。俗话说，便宜不过当家。你们是兄弟，我们是姐妹。又不是什么外人，只管进来啊！我们一起喝啊，多好喝啊！改日。什么改日啊？要喝我们就今天喝啊！那尤三姐放出手眼来，略试了一试，他弟兄2个竟全然无一点别识别见，连口中一句响亮话都没了，不过是酒色2字而已。自己高谈阔论，任意挥霍扫落一阵，拿他弟兄2人嘲笑取乐，竟真是他嫖了男人，并非男人赢了他。一时他的酒足性尽，也不容他弟兄多做，撵了出去，自己关门睡去了。自此后，或略有丫鬟婆娘不到之处，那尤三姐便将贾琏、贾珍、贾蓉3个颇生厉言痛骂，说他爷儿3个诓骗了他寡妇孤女。贾珍回去之后，以后亦不敢轻易再来。你们爷儿仨王八东西，诓把我寡妇孤女！我的姑奶奶，你这是做什么来？姐姐知道什么？我不骂不痛快。好好的衣裳，你毁它干嘛？我就喜欢听这撕拉拉的事。你这整日挑穿拣吃的，打了你那1耳金
的，有了珠子又要宝石，吃了飞蛾又采肥鸭，再不是个过日子的理儿。那甄大爷如今也不敢轻易再来了。倒是你，又是自己高了兴，悄悄使人去请了来。你以为我再是不知的了？便是请了来，你又不理人家，人家要走，你偏要打扮得出色，做出浪荡之态，哄得他垂涎落魄，欲进不能，欲远不舍。你究竟是怎么个打算？姐姐好糊涂，你当真和那贾琏做起真夫妻来？咱们金玉一般的人，白叫这2个现世宝沾污了去，也算无能。而且他家有一个极厉害的女人，如今瞒着他，不知咱们方安。倘或一日他知道了，岂有甘休之理？势必会有一场大闹，不知谁生谁死。趁如今我不拿他们作贱取乐，到时候白落个臭名，后悔不及。方才你也是听到了，你和甄大哥商议商议，捡个熟的人把三丫头聘了吧，留着她也不是长法子，终究要生出事来，怎么处？前日我曾回过大哥的，他只是舍不得。我说是块肥羊肉，只是烫得慌。玫瑰花可爱，刺儿大扎手，咱未必降得住。正经捡个人聘了吧。他只一丝丝就丢开手了。你叫我有何法？你放心，明日啊，咱们先劝三丫头，她肯了，叫她自己闹去，闹得无法，少不得聘她。这话即是。至次日，二姐另备了酒，贾琏也不出门，至午间特请他小妹过来，与他母亲上座。尤三姐便知其意。妈，坐，好好好。来，妹妹快坐。来来来来，喝酒。来，三妹妹，吃这个。来，还有这个，三妹妹。吃点这个。哎，自己吃。妹妹，姐姐不必说了，姐姐今日请我，自有一番大道理要说。但妹子不是愚人，也不用絮絮叨叨的提那从前丑事，我已尽知，说也无益。既如今姐姐得了好处安身，妈也有了安身之处，我也要自寻归处去，方是正理。但终身大事，一生之一死，非同儿戏。我如今已改过守分，只要我能捡一个素日可信、如意的人，方跟他去。若凭你们拣择，虽是富比石崇，才过子建，貌比潘安的，我心里进不去，也白过了一世。这也容易，凭你说是谁就是谁，一应彩礼都由我们置办，再也不用操心。姐姐知道，不用我说。都是一家人，还藏着掖着，你早已知道了，何不早说出来？我哪里知道？倒是谁？料定此人无疑了。我知道，这人缘不差，果然好眼力。你倒是知道了，究竟是谁？别人他如何进得去？一定是宝玉啊！呸！我们有姐妹10个，也嫁你弟兄10个，难道除了你家，天下就没其他好男子了不成？除了他，还有哪一个？不要只在眼前想，姐姐只在5年前想就是了。老爷那儿紧等着叫爷呢，小的答应要往舅老爷那儿去，急忙来请。既然有事儿，快回去吧。这边我自慢慢盘问三丫头。好，
龙儿，你去拉马。星儿，哎，你留下来答应人来事务。是爷。啊，对了，跟我出来一下，星儿。星儿，爷，昨儿家里没问，小的照爷吩咐，回了奶奶了。你去吧。爷慢走。星儿，进来。尤二姐拿了2碟菜，命拿大杯斟了酒，就命星儿在炕沿下蹲着吃。有什么吩咐吗？一长一短向她说话，问她家里奶奶多大年纪，怎个厉害的样子，老太太多大年纪，太太多大年纪，累了一日了，姑娘几个，各样家常等语。不，奶奶，小的到下面用吧。在这里吃也是一样的。不，奶奶，这不合乎规矩吧？什么规矩不规矩的？坐下来吃吧。那小的就造次了。倒碗酒来。坐啊。哎，坐。怎么不吃啊？哎，吃。家里奶奶多大年纪了？都说她厉害，究竟是怎个厉害的样子？家里奶奶不过20出头，却是厉害的了不得。梁府上上下下没有不怕她的。才20出头就这么厉害，我倒不信。奶奶千万信我，我是2门上该班的人，我们一共2班，一班4个，共8人。这8个人里头，有几个是奶奶的心腹，有几个是我们爷爷的心腹。奶奶的心腹我们可不敢惹，爷爷的心腹奶奶就敢惹。要提起我们奶奶，心里歹毒，口里尖快，而我们二爷也算是个好的，哪见得他呀？哎，倒是跟前的平姑娘为人很好，虽然和奶奶是一气儿，倒是背着奶奶常做些个好事儿。凡是小的们有了不是，奶奶是容不过的，只去求求她也就完了。如今何家上上下下，除了老太太、太太2个人，没有人不恨她的，只是面子皮儿怕她，皆因她一时看人都不及她，只因为哄着老太太、太太2个人喜欢。她说1是1，说2是2，谁敢拦她？还恨不得把银子钱省下来堆成山，好叫老太太、太太说她会过日子。殊不知苦了我们下人，她讨好。来，再添点儿。谢姨奶奶。放在这儿自己倒。哎。顾着有了好事儿，他别不管别人先说，自个儿先拔尖儿。若是有了不好事儿，或者自己错了，他便一缩头推到别人身上去，还在一旁把火。如今连他正经婆婆大太太都嫌了他，说他雀儿捡得往处飞，黑母鸡一窝，自个儿家的事儿不管，倒替别人家瞎张罗。要不是老太太在头来，早叫过他去了。你背着他这等说他，将来还不知怎么说我呢。我又差他一层，越发有的说了。哎，奶奶要是这样说，小的不怕雷打。但凡小的们有造化起来，在娶奶奶时，若先得奶奶这样的人，小的们也少挨些打骂，也少提心吊胆的。如今跟二爷的这几个，谁不是背前背后的杨承奶奶盛德连下？我们商量着叫二爷要出来，情愿答应奶奶这儿呢。猴崽子，还不快起来呢！说句完话就吓得那样起来，你们做什么来？我呀还要找了你奶奶去呢。奶奶千万不要去，我告诉奶奶，一辈子不见她才好呢。嘴甜心苦，两面3刀，
头上一笑脸，脚下便使绊儿，明是一盆火，暗是一把刀，都让他占了。只怕像三姨的这张嘴，也说他不过呢。像奶奶这样斯文良善人，哪是他的对手？我只以礼待他，他敢怎样？奶奶，不是小的吃了酒放肆胡说，奶奶便有礼让。可他一见奶奶比他标致，又比他得人心，他岂肯善罢甘休啊？别人是醋罐子，他是醋缸、醋瓮。凡是丫头们，让二爷多看几眼，他便有本事当着二爷打个烂羊头。平姑娘虽是屋里人，大约1年2年之间，两人在一起一次，那他还口里颠10个过子呢，气得平姑娘使起性子哭闹一阵，说又不是我自己寻来的，你又浪着劝我，我当初不依，你反说我反了，这会子又这样，要是一般的也就罢了，倒央告平姑娘。可是扯谎，这样一个夜叉，怎么反怕屋里的人呢？哎，这就是俗语说的天下逃不过一个李字了。那平姑娘是他自幼的丫头，陪他过来的人一共4个，嫁人的嫁人，死了的死了，心腹只剩这一个。他原本收为屋里，一则是为了显他贤良名儿，二则又叫栓爷的心，好不外头走邪呀。还有一个因果，我们家的规矩，凡爷们大了，在未娶妻之前，都先放2个身边伺候着。原本爷爷有2个，谁知道他来了还没有半年，就都寻出人家不是，都打发走了。外人不好说，他自己脸上也过不去啊，才强逼着平姑娘做了房里人。那平姑娘又是个正经人，也从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，也不挑妻窝夫的，到一味赤胆忠心服侍的，这才容下。原来如此，但我听说你们家还有一位寡妇奶奶和几位姑娘，她这样厉害，这些人如何医德？原来奶奶不知道啊，我家这位寡妇奶奶，她的魂名叫做大菩萨，是第一善德人。我们家的规矩大，寡妇奶奶们不管事儿，只依清净守节。妙在家里姑娘多，只把姑娘们交给她，看书写字，学针线，学道理，这是她的责任。除此之外，问事不知，说事也不管，只为这一项病了，事儿多，为大奶奶掌管几日，究竟也无所管，只是按例而行，不像她多事成才。那边姑娘几个，又是怎样的人品？我家大姑娘那不用说，但凡不好也没这段大福。二姑娘的魂名叫二木头，戳一针也不哎呦一声。我家三姑娘的魂名叫玫瑰花。这是什么意思？哎，玫瑰花又红又香，人见人爱啊。只是啊，刺戳手，也是一味神道。只可惜不是太太养的，老过窝里出凤凰尾。四姑娘还小，那可正经是甄大爷的亲妹子，自幼无母，老太太就命太太抱过来养了这么大，也是一位不管事儿的。奶奶不知道吧？除了我们家的姑娘不算，还有2个姑娘，那可真是天上少有，地下无双啊。一个是姑太太的女儿，姓林，小名叫什么？黛玉。那面盘身段跟三姨不差多少，一肚子的文章，只是一身多病。这样的天气，她还穿夹的，出门风一吹就倒了。我们这起没王法的嘴，都悄悄叫她多病西施。另一位是我们姨太太的女儿，姓薛，叫什么宝钗，竟是血堆出来的。每茬出门或上车，或在院里瞥见她一眼，我们都鬼使神差，见到他们俩都不敢出气儿。你们大家规矩，虽然你们小孩子进得去，然遇见小姐们，原该远远藏开啊！不是，正经大礼自然远远藏开，自不必说。那又是为何？哎，小的藏开了，只是不敢出气儿，生怕气儿大了，吹倒了姓林的；气儿暖了，吹化了姓薛的。
你们家那宝玉除了上学，他做些什么？哎呦，姨娘别问他，说了姨娘也未必信。他从小到大，独他没上过正经学堂。我们家从祖宗到二爷，谁不是寒窗10载？他偏偏不爱读书，老太太的宝贝儿。哎，老爷先前还管，如今也不敢管了，成天家疯疯癫癫的，说的话也没人懂，做的事儿也没人知道。人家别人看着他好清俊的模样，以为他心里自然是聪明的，可谁知道外清而内浊，见了人也不说话，所有的好处虽没上过学，倒难为他还真认识几个字，每日也不习文也不学武，又怕见人，只爱在丫头堆里闹。再者说也不刚柔，见到我们喜欢时便没上没下，大家乱玩一阵，不喜欢时他便各自走了。我们有时候侧着卧着，见了他也不理，他倒也不责备，因此啊，没人怕他，只管随便，都过得去。主子宽了，你们又这样；严了又抱怨，可知难产。我们看他倒好，原来这样，可惜了一个好胎子。姐姐信他胡说，咱们见了不是一面两面的。若说糊涂，哪些糊涂？姐姐记得，穿孝时咱们同在一处，那日正是和尚们进来绕关，当时咱们都在那里站着，只他站在头里挡着人。人说他不知礼又没眼色，过后他没悄悄地告诉咱们说，姐姐不知道，我并不是不懂眼色，想和尚们脏，怕气味啊熏了姐姐们。接着他吃茶，姐姐又要茶，那个老婆子就拿他的碗倒，他赶忙就说，我吃脏了的，另洗了再拿来。这2件事上，我冷眼看去，在女孩子面前，她是怎么样都过得去，只是不太合外人的事，所以呀，他们不知道。依你说，你俩竟是情投意合了，竟把你许了他，岂不好？哎，若论模样行事为人，倒还真是对好的，只是他已有了，只为路行，将来啊，准是林姑娘定了。只因林姑娘多病，二则又都还小，故尚未及此。再过3、2年，老太太便一开口，嘿，那就再无不准的了。奶奶，老爷有事儿，是件机密大事儿，要遣二爷往平安州去，不过3、5日就起身，来回也得半月功夫。今日不能来了，请老奶奶早和二姨定了那事儿，明日爷来，好做定夺。知道了。奶奶，那小的就告退了。下去吧。哎，好妹妹，线下无人，你总得告诉了我吧。竟然是他。既有正事，何必忙忙又来？啊，千万别为我误事。也没甚事，只是偏偏的又出来了一件远差，出了月就起身，得半月功夫就回来。既如此，只管放心前去，这里一应不用你记挂。三妹子从不是朝更暮改的人，她已说了悔改，必是悔改的。她已择定了人，你只要依她就是了。倒是哪一个？到底是何人？这人此刻不在这里，不知多怎才来，也难为他眼里。自己说了，这人1年不来，他等1年；10年不来，等10年。若这人死了，再不能来了，他情愿剃了头当姑子去，吃长斋念佛，以了今生。到底是谁这样动他的心？说来话长，5年前我们老娘家里做生日，妈和我们到那里与老娘拜寿，他家请了一起串客，里头啊有个做小生的，叫做柳香莲，他看上了，如今要他才嫁。你不知道这柳二郎那样一个标致人，最是冷面冷心的，差不多的人都无情无义。他最跟宝玉合得来，去年因打了薛呆子，他不好意思见我们的，不知哪里去了一向。
后来听见有人说来了，不知是真是假。一问宝玉的小子们就知道了。倘或没来，他平踪浪迹，知道几年才来，岂不白耽搁了？我们那三丫头说得出来，干得出来，她怎样说，只依她便了。那这事儿也不能依他呀。姐夫只管放心，我们不是那心口两样的人，说什么是什么。若有了那姓柳的来，我便嫁他。从今日起，我吃斋念佛，只服侍母亲。等他来了，便嫁了他。若100年不来，我自己修行去了。一语不真，如同这簪子。从此，这尤三姐真的是竟非礼不动，非礼不言起来，竟又换了一个人。贾琏是日一早出城，就奔平安州大道。方走了3日，顶头竟是薛蟠和柳湘莲来了。一会儿咱们到菜馆去吧，点几个好菜，好吧？哟，你怎么在这儿啊？来喽！到过之后啊，我们忙着请你们两个和解啊，谁知柳兄踪迹全无。怎么你们两个今日倒在一处了？谁知天下竟有这样的奇事啊！我同伙计犯了货物，自春天起身，正往回里走，一路倒还平安。谁知前日到了平安州界，遇到了一伙强盗，已将货物劫去。不想柳二弟从哪里来了啊？赶走了贼人，夺回了货物，还救了我们的性命。我要谢他，可他又不受啊，所以我们结拜了生死弟兄。如今一路进京，从今往后，我们就是亲兄亲弟一般了。原来如此啊，倒叫我们悬了半日的心呐。哎，这二郎将要去何处啊？我们到前面岔口分路，他分路往南200里，那儿有他一个姑妈，他去望候望候。我呢，先去京城安置好我的事情，然后给他寻一处宅子，寻摸一个好亲事，到时候大家把日子过起来。好，我倒有一门好亲事，堪配二郎。哦，是哪一家的女子？说来话长了，前日不久，我娶了尤老娘家的二姐。温柔和顺，人有标致。她还有个妹妹，待字闺中，正与二郎是一对儿啊。早该如此，这都是蛇表妹之过。哎，你又忘情了啊，还不住口？既是这等，这门亲事定是要做的啊。哎，我本有愿，定要娶一个绝色的女子。如今既是贵坤重高仪，顾不得那么多了，我任凭裁夺，无不从命。如今口说无凭，等柳兄一见，便知我这位内弟的品貌，那是古今有一无二的了。他既如此说，等弟进京探了姑娘，不过月中就进京的，到时再定如何啊？好，你我一言为定。只是我信不过柳兄啊，因乃平踪浪迹，倘或掩之不归，岂不耽误了人家？须得留一定礼。大丈夫且有失信之理啊！小弟素系贫寒，况且客中，何有定礼呀？哎，我这儿倒有份现成的，不如备一份让二哥带去。哎，不，也不需要什么金帛之礼，须是柳兄亲身自有之物，不论物之贵贱，不过我带去取个信儿。弟无别物，此剑防身不能卸下。弟囊中尚有一把鸳鸯剑，嚯，此剑乃武家传代之宝，小弟不敢善用，只随身收藏而已。贾兄，请拿去为定。哎，弟纵系水流花落之性，然亦断不舍此剑者。好，二郎，那我就在家静候你的好音了。来，我们兄弟3个痛饮3杯。来，好，来。贾琏出门之后，尤二姐操持家务十分紧肃，她小妹子果是个斩钉截铁之人，每日侍奉母子之余，只安分守己，只念柳湘莲早早回来，完了终身大事。贾琏将路上相遇香莲一事说了出来，又将鸳鸯剑取出，
地狱三间，上面龙吞魁护，里面却是两把合体的，一把上面站着一冤子，一把上面站着一秧子，冷飕飕，明亮亮，如两痕秋水一般。柳湘莲8月内方进了京，次日又来见宝玉，二人相会，如鱼得水。兄弟何尝不是啊？这边坐吧。你可知连二爷在外头偷取二房之事？哦，我听明烟儿。下去吧。我原听明烟儿一干人说的，却未曾见，我也不敢多管。我又听明烟儿说，莲儿哥哥要着实问你，不知有何话说？是这样。大喜大喜呀！难得这个标志人，果然是个古今绝色，堪配你之为人。那既是这样，他哪儿少了人物，又如何只想到我？况且我又素日不甚和他厚，也关切不至此啊。路上功夫忙的，就那样再三要来定，这难道说女家反赶着男家不成？我自己疑惑起来，后悔不该留下这剑做定。后来我想到了你，可以细细的问个底里才好啊。你原是个京戏人，如何许了礼又疑惑起来呢？你原说啊，只要一个角色的，现在得了一个角色的，便罢了，何必再疑惑呀？你既不知他娶，又如何知是角色呢？哎，她是甄大嫂子的继母带来的2位小姨，我在那里啊和他们混了1个月，怎么不知啊？真真啊是一对尤物，哎，而且他还姓尤。这事不好，断乎做不得了。你们东府里，除了那2个石头狮子干净，只怕连猫儿狗儿都不干净了。我不做这圣王吧？我这该死胡说，你好歹告诉我，他品性如何？你既深知，又何必来问我呢？连我也未必干净了。原是我自己一时忘了情，好歹别多心呐。何必再提呀？这倒是有心了。却说尤三姐得了鸳鸯剑，自是喜出望外，将鸳鸯剑挂在自己绣房床上，每日望着剑，自晓终身有靠。刘二爷来啦！晚生有礼。免了，请坐吧。快坐，快坐。刘二郎，如今我们已是一家人了，女人面皮也未免太薄了些。客中偶然忙促，谁知家姑母于4月间定了地父，师弟无言可回。若从了老兄，背了姑母，似非合理。若系金帛之定，弟不敢索取。但此剑乃祖父所遗，还请赐回为幸。刘二郎，你怎么能出尔反尔呢？这可不是儿戏。定者定也，原怕反悔，所以为定。岂有婚姻之事出入随意的？一定要斟酌。虽如此说，弟愿领则领罚。然此事，弟断不敢从命。那尤三姐好容易等了他来，今忽见反悔，便知他在贾府中得了消息，自然是嫌自己淫奔无耻之流，不屑为妻。自己岂不无趣？连忙摘下剑来，将一股雌风印在肘内。定还你。
山倾倒在南府，芳龄慧心，袅袅明明，不知哪边去了。当下吓得众人急救不迭，贾琏此时也没了主意。香莲赋诗大哭一场，登满了棺木，眼见入殓，又府官大哭一场，方告辞而去。柳香莲出门无所知，浑浑默默，自想方才之事。原来尤三姐这样标致，又这等刚烈，自悔不及。终随跛脚道士，不知往哪里去了。你却听见了什么？我刚在二门里头听见外头两个小厮说，这个新二奶奶比咱们旧二奶奶还俊呢，脾气也好，却不知来旺是谁，吆喝了两个一顿，说什么新奶奶旧奶奶的，都给我悄悄的，叫里头知道了，还不把你的舌头割了。你们说什么呢？啊，平儿，太太要找的样子找了没有啊？他们说，二爷在外面找了新的二奶奶。奶奶，奶奶，千万别动气，自己的身子要紧。哎。二奶奶，人来了。好小子，你和你爷办的好事儿，你只实说吧。论起这事儿来，我也听说不与你相干，但只你不早来回我，这就是你的不是了。是。你若实说了，我还饶你；再有一字虚言，你先摸摸你这枪子上有几个脑袋瓜子。却不知奶奶您问的是什么事儿，小的童爷办坏了。什么糊涂王八崽子，让他自己打用你打吗？一会子你再个人打你那嘴巴子不吃。外头娶了什么新奶奶、旧奶奶的事儿，你大概还不知道。求奶奶超生，奴才再也不敢撒一个字的谎了。奶奶，快说！这事头了奴才也不知道。就是这一天，东府里的大老爷送了殡，那玉楼就往甄大爷家去领银子，二爷跟荣官就来到了府里，这一住了。他们爷俩就聊起了甄大爷家的二位姨奶奶，这二爷就夸他好，这荣官就哄着二爷说要把那二姨奶奶说给他。呸！你个没脸的王八蛋！她是你哪门子的姨奶奶？奴才该死！没了吗？怎么不说了？奶奶射了奴才再婚。放你妈个屁！什么数不数的？你好生给我往下说，好多着呢。后来，
二爷听这话就喜欢了，后来奴才也不知道怎么就弄成真的了，真的。这个自然嘛，你可哪里知道呢？你知道的只怕都烦了呢。好了，说底下的吧。那后来，荣哥就给二爷找了房子。如今房子在哪儿？就在府后头。哦，你听听，咱们两个都是死人呢。后来，那真的也不知给了张家多少银子，那张家也就不问了。这里头怎么又扯拉上张家李家的呢？奶奶您不知道，只是那二姨奶奶，哎呦，打死你这不知悔改的臭嘴！你这厚道快捷，你们都听见了。小猴崽子，头里他还说什么都不知道呢。后来二爷就标糊了房子，就把他娶过来了。打哪里娶来的？他的老娘家抬过来的。没人送亲吗？就是荣哥和几个丫头老婆子，没别人了。你大奶奶没来？大奶奶过了几天才拿东西来瞧的。怪的，那2天你二爷称赞你大奶奶不离嘴呢。谁服侍呢？不用问了，自然是你了。前头那些日子说给府里办事儿，想来办的就是这个了。有往府里去的时候，也有往新房子里去的时候。你这猴崽子就该打死！